这是我的手，我变年轻了。外门杂役弟子林青鸾，年18，入册。青云宗，我写的小说世界。这不是我那无趣木讷的前夫。掌门到。掌门亲传弟子顾小安，年16，天赋异禀，特赐本命剑纪念。小安，杂役，跳什么？警告！异世之魂不得口头意念泄露天机，再犯天雷诛灭。他是我的儿子，却不认识我了。顾长渊，你随我来，掌门有话问你。所以他现在是青云宗内门剑修弟子顾长渊，儿子现在是顾小安。顾小安，书里的魔头。蓝居士，快看快看，青鸾居士的签售会。恭迎新主。今天我就要踏平这3界。不要！虽不能言，这时我将赌上性命，将你从魔道边缘拉回来。师兄们辛苦了。啊，小师妹来了。臭小子，前世就不爱吃青菜，这一世必须给我补上。还得加上青鸾熬夜写小说时少不了的蜂蜜。青鸾，我们得谈谈。别烦我，小安的事比什么都重要。那粥，他居然记得。弟子林青鸾给您送膳食。不必，我自己会去。哎，多吃点蔬菜，补充营养。你以前就不爱吃。这杂役竟能引发小天雷，莫非脑子被雷劈坏了？师妹，你越界了。臭小子，敢这么对你妈！师兄教训的是，弟子告退。臭小子，居然敢这么对妈！你小时候哪次不是我追着你喂饭？这味道为什么有种奇怪的熟悉感？这个师妹补充营养，你以前就不爱吃。为何总让我心烦？长渊，你与青瑶的婚约是宗门定下的，如今你入内门，更要好好待她，莫要辜负了掌门心意啊！顾师兄，练剑辛苦了，我给你送了凝神丹，还有你爱吃的桂花糕。毕竟我们可是有婚约的人。果然还是这副模样，走到哪儿都有桃花。前世就是这样，眼里只有工作和所谓的面子，从来不在乎我和小安。不行，苏清瑶要是成了小安的后妈，以后怎么相处？得想办法搅黄。
个杂役弟子怎么这么不小心？眼瞎了吗？弟子知错，弟子不是故意的。你敢帮他试试？何事喧哗？苏清瑶，注意身份，勿要刁难杂役弟子。青鸾，我知道你还在怪我，这一世，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改变。真是个桃花体质，到哪都惹事。你还敢笑？好，给我等着，看我怎么拆你的台！那个是实心桃，我的修为的松桃，不行，不能让他碰啊！别碰那草，碰了会废修为。我怎么说不出话了？我的天，这林青鸾怎么一说话就遭雷劈啊？太诡异了吧？不会是被雷劈哑了吧？这是宗门灾星吧？以后离他远点，别被他克了。不好，青鸾出事了！青鸾，你怎么样？说话呀！小安没事，我盯着呢，你放心。好了好了，没事了，我先送你回去。还好雷劈只是震伤了声带，并非完全失声，只能发单音节，需慢慢恢复。小安那边我会盯着的，你放心。青鸾，前世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子，这一世我会守着你们，哪怕你只当我是个搭档。快看快看，宗门神秘哑巴诞生了，一说话就被雷劈，太好笑了。他那头发跟蒲公英成精一样。不要面子的呀！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你别跟他相认，他会以为我们是夺舍的魔修。还有，你离他远点，别给他惹麻烦。顾师兄，我看你剑法精湛，可否陪师弟对练一番？可。再来，再来。这玉符居然有灵气，这不是普通陪葬玉，这是主动护主的圣古灵物。我当时以为只是古玉，原来他跟着我的灵魂一起穿越了。顾长渊，你是不是看上顾小安师兄了？找打呢？顾师兄又被打了，这是第几次了？胡说什么？我是，总不能说我是他爹吧？我是佩服顾师兄剑法。顾师兄，请自重。儿子以为我这人有病，怎么越打越开心？顾小安师兄，我们再来300回合好不好？我在想什么？龙阳之好，疯了！这古玉白天替我挡下了冲击力，绝不是普通古玉。而且我发现，我只要一靠近小安，这玉符就会发烫。明天我必须再靠近他，确认清楚。顾师兄，果然，一靠近就发热。顾师兄，
你的玉佩灵气充沛，形势罕见，不知是何处得来，与你无关。爸爸难受，爸爸别走。顾教授，古墓紧急发掘，必须现在出发，有重大发现。麻烦照顾他，我必须走。爸爸别走，爸爸。这次爸不走，这次爸一定守着你们，再也不走了。小安，带着他，要平安长大哦。爸爸，他怎么对着我的玉佩哭？难道是因为喜欢我，连我的贴身玉佩都视若珍宝？他太变态了！你干什么？这是我的东西，别碰！这个顾长渊为何总缠着我，还对着我的玉佩哭？他果然对我有那种心思。我是不是疯了？居然会对这种人有熟悉感？青鸾，穿越前，我刚从一个亲子合葬墓挖出了这个玉符。因当时灵气异常，按规定由我贴身暂存保管线。但是我刚发现我这块玉符跟小安身上的平安玉有感应。我知道你想说这是我们顾家的祖传玉，两者怎么会关系？是不是？我刚才触碰时看清了，小安玉佩上的纹路和这枚上古玉符完全同源，也就是说，我们的家传玉应该也不是普通玉佩。我们穿越过来，可能不是意外。我不能说话，我不能剧透，我怎么告诉他们要发大水啊？怎么阻止小安那天去采药啊？别人看不懂，但顾长渊他也许能看懂。不对，他凭什么看懂？就凭我是他前世的……算了，不能指望他，我自己想办法。快看快看，哑巴又发神经做梦了！再比划，山上的石头都得被你吓掉下来。哎呦不行了，笑到肚子。哑巴师妹，你要去唱大戏，我们定给你捧场。笑什么笑？3天后你们就笑不出来了。他刚指的是东边，那姿势是游泳。东边有洪水。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出事，更不会让小安有事。此处危险，速速加固山体，设下警示阵法。所有人听令，沿着河谷两侧打桩，用灵力加固岩壁裂缝，在山谷入口处布置3道防御阵，一道预警，一道缓冲，一道主防。是起！顾师兄是来修仙的，还是来开驿站的啊？又是避雨棚，又是干柴，又是菊花茶的，这是要野炊吗？你懂什么？这叫未雨绸缪，不对，这叫未雨先跑茶。我听说顾师兄以前是个什么教授，教人喝茶的。是这个味道，他居然还记得。我以为他永远只记得考古、文物、古墓那些破罐子、破盘子，原来他记得我的习惯，记得我怕冒雨，记得我爱喝这个茶。
顾长烈未卜先知，是啊，要不是顾师兄，我们至少得死10个。你怎么知道的？连宗主都没算到啊！太好了，臭小子没事，大家都没事。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若有人偷看了天书呢？这不是我们的预言家吗？怎么，今天不做梦了？预言家惹事儿了！哎呀，不好意思，没看见你呢。一个杂役弟子也配站在路中间？果然是个哑巴，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宗师妹，欺负杂役弟子，有失名门风范。我们的婚约我会亲自向掌门请辞，再找青鸾麻烦，休怪我不念同门情。顾长渊要退婚，为了这个杂役，好得很，你记住今天。林青鸾，你到底是什么人？让他这样护着。顾师兄，小心！顾师兄，你没事吧？他又救我，还推开他，优先保护我，这优先级真的是断袖之癖啊！多谢顾师弟，但请自重。你抢什么？干我挡的！下次让你。原来如此，顾长渊，你也有今天。你在人家心里压根儿排不上号，人家喜欢那个冷脸师弟呢。为什么生气？这2日总是心神不宁。那个顾长渊，还有那个哑巴师妹，为什么我总会对他们有莫名的熟悉感？这就是尊主说的灭世容器。顾师兄，好剑法。面生，外门弟子不得入后山禁地。我叫阿武，刚入外门，没人告诉我规矩。后山深处有上古灵药，可解心魔。他怎么知道？但需配合法典修炼，方能吸收。禁术法典不行，小安不能碰，一旦修炼，心魔就会立马被激活。这个笔名和那个外门师妹到底有什么关系？两把可要刻进去。原来被拦住是这样的感觉。青鸾，这名字
和那个杂役师妹一样，是巧合吗？小时候，小安总爱吃糖，每次不开心，只要给他一颗糖，他就会笑起来。有了，虽然我练气才1层，但拧几颗糖应该大概可能行吧。臭小子，前世就爱糖，这可是妈用灵气拧的，甜不死你。莲花式，对，这样折，再这样。别撒，还好。完美，精致，仙门顶级糕点包装。那个哑巴师妹叫林青鸾，到底是同名还是同人呢？这师妹又搞什么？我这就去变剑髓，下次我来送。我就看了一眼，他怎么怕成这样？这孩子的戒心也太重了。小安，吃糖，不开心的事情都会消失的。幼稚，什么年代了，还吃这种小孩子的东西？这个哑巴师妹到底是谁？编个平安节剑髓吧，前世还欠他一个平安节，这世补上。男子之间送这个，应该不算奇怪吧？你怎么来了？我先到，你回去。你昨天送糖了，我这个剑速变了通宵，让我先给。你们约好的？爸爸，你在做什么？跟平安节，保你平平安安。顾师兄，这是我家乡习俗，给敬佩之人。敬佩之人？你敬佩我什么？那个，你剑法好，人品好，长得像我偶像。对，偶像。师妹，你呢？顾长渊指使他送的，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弃？无聊。他不要我的。你还笑？那继续塞门缝。到底为什么？藏经阁肯定藏有那本禁术法典的拓印卷，得去查看清楚。这臭小子大半夜不睡觉，跑藏经阁来干什么？他在找什么？法典吗？这臭小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
谁？刚好路过。现在仔细给我！师妹，你到底是谁？为何总缠着我？烈风剑术，你会被！为什么宁愿被雷劈，也要拦着我？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他那是什么眼神？吃醋？还是移情别恋了？这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这阵法邪门的很，碰一下就浑身提不起劲儿。好多人进去采药都没出来，怕是被魔气缠上了。这是我小说里的上古阵法遗址。糟了，危险！怎么提醒他们注意呢？怎么，我们的哑巴师妹又想比划什么？这阵法岂是你一个杂役能看懂的？顾长渊，快点来啊！让开，别挡路！一起上！破了这阵法，掌门必有重赏。就是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再拦我对你不客气。这阵法在吸我的修为！要死人了，要死人了！顾长渊，你在哪儿啊？放心，我看看。从地层学来看，符文分7层，对应北斗7星方位，阵眼应该在第7颗星瑶光位。小心！多谢。掌门来了。掌门，此石碑刻有上古文字，似与后山阵法有关，还请掌门查看。不过是块普通古碑，记载些上古杂事，并无大用，我收起来便是。后山近期禁止入内，都散了吧。第一行，天命之道，星辰有常。第二行，本命者，成天法，灭苍生。天生剑骨，寂灭为命。星辰陨落之日，三界归虚之时。这些特征和小安一模一样。小安就是石碑上说的本命者，也就是灭世预言里的容器。别怕，且慢，这一世我们都在，我们一定会找到破解之法的，绝不会让小安走上灭世的路。这孩子真躲不过吗？进。掌门，弟子今日前来，是想再问问那后山石碑的事。弟子略通上古文字，解读出些许内容，恐与宗门安危有关。不过是块无用古碑，故弟子不必多心。宗门安危由我和各位长老守护，你只需专心修炼即可。掌门，弟子解读出本命者，成天法灭苍生，此本命者特征与顾小安师兄高度契合，此事绝非小事，掌门怎能视而不见？顾长渊，休得胡言！小安是我亲传弟子，天一禀一心向道，怎会是什么灭世本命者？此事不可再提，否则按宗门规矩处置。弟子知晓，告退。孩子，
身不由己。他肯定早就知道小安的身份，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灭世预言，只是一直瞒着我们。石碑上的文字只是预言的碎片，应该还有更多秘密被隐藏着。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完整预言内容，才能找到破解之法。同时，一定要看好小安，不能让他被魔道有机可乘。小安，妈妈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又是他们，为什么总在看我？那个哑巴师妹，宁愿遭雷劈也要阻止我做一些事。还有那个顾长远，一次次刻意接近我，甚至为我挡险。顾师兄好警觉，你又来做什么？来告诉你真相呀！你以为你是天才？不，你是容器。灭世之日，你会被仙门榨干最后一滴血，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扔掉。但跟我修炼禁术，你就能掌控命运。今晚子时，我在这里等你。小安，别！他为何总是因说话受伤？阿武危险，还是我心危险？他每次想告诉我什么，都会遭雷劈。负伤，能缓痛。青鸾，谁伤的？我来的路上看见阿武的花瓣了，他找过小安。顾师兄果然聪明，来，把手给我。谁？原来被护在身后是这样的。他手上的玉佩，三者同源。你们护得了他一时，护不了他一世。灭世之日，他必成魔，认着命！他们为什么要拼命护着我？宿女、灭世、成魔，到底是什么？这块玉佩，一切都不对劲了。我寻了些凝气愈伤的草药，你别动，我帮你上药。疼了吧？我看清了，阿武腰间那块碎玉和小安的平安玉佩纹路一样，他们是一对。什么？小安的那块是阳佩，阿武的是阴佩，而我手里的这块是主符。我知道你担心小安，现在阴佩在阿武身上，我们得盯紧他，不管未来是什么，这一世我们定要护住他。明天我们借说书的方式再唤醒他一些记忆。列位同门，闲来无事，小子今日不说仙法媚术，只讲一段凡间的世家轶事，说那人间烟火里的三口之家。诸位姑且听之，全当解闷。凡间有对夫妻，男的寻古探幽，女的执笔著文，皆是能人，却唯独对独子少了周全。公子灵秀内向，自小俯首空宅，父亲只重立业，母亲只催读书，从未问过他喜乐。公子心结日深，开不开心，竟一时想不开。夫妻俩赶回见此情景，肝肠寸断，悔不当初。许是执念赶天，一道灵光引着二人追着公子魂灵入了另一重天地。此间公子失意不认爹娘，可二人只求守在他身边，补过往亏欠。纵是冷脸相对，受尽委屈，也甘之如饴。
小安，吃颗糖就不苦了。爸给你编个平安节，保你平平安安。爹，既然你们想装作同门，那我就看看你们还能瞒我多久。你以为我不想逃吗？我爹说修炼重要，他说等我变强了就来接我回家。可他到现在还没来，所以我只信尊主。这个世界只有强者才配不被抛弃。不小安，别放弃技术，我只会吞噬你的血。青鸾，要劈就劈我，有什么冲我来，不准伤害他！真诚，真让人心。青鸾，你看着我，别睡！宿主已死，天道禁锢破除。以我之精血，度你之生机；以我之修为，换你之性命。天地为证，日月为鉴，此生此世护你周全。这玉符都在护着我们。小安，不要！小安。爸，别这样，快停下！小安，你终于……妈，对不起。以命换命，顾长渊，你如今修为尽散，倒省了我不少力气。大胆魔修，竟敢夺舍我青云宗弟子的身体，还敢蛊惑掌门亲传弟子，罪该万死！掌门，我们不是魔修，我们没有夺舍。小安他……住口！顾小安本就灭世的容器，如今被你们这些魔修蛊惑，更是留不得。来人，将这3名魔修拿下，废除修为，打入锁妖塔，以绝灭世之患。是。谁敢动我爸妈，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顾小安，被魔障蒙蔽了心神，犯为师灭世之刑。原来有人可以这样爱自己的孩子，哪怕修为尽废，哪怕粉身碎骨。小安，掌门，住手！这3人是魔修，你快让开！他们不是魔修。林师妹为了护顾师兄，甘愿承受天雷之罚。为了救我出阵，她被天雷宗灼伤。顾长渊师兄破解上古阵法，救了我们数十条人命，那伤口就是证据。魔修的血是冷的，但他们的血是热的。好，今日看在青瑶的面上，暂且留你们一命。但从今日起，你们3人禁足青云宗，若有半点魔修行径，本座定斩不饶。撤！执祭者终于来了，计划可以开始了。掌门，
弟子苏清瑶再次恳请查清顾师兄三人身份，他们绝非魔修，而是真心守护青云宗之人。放肆！青瑶，此事我已定论，休要再受魔杖蛊惑，退下！弟子不退。顾长渊师兄破上古阵法，救宗门数十精锐，此乃大功。林师妹虽有杂意，却甘为同门挡天雷，至今重伤未愈，此乃大义。顾小安师兄一心向道，剑心通明，从未有半点逾矩。敢问各位长老，若这等重情重义之人是魔修，那我青云宗的正道又在何处？掌门，各位长老，我等三人实为一时之魂，因执念落入此界，我们无意干涉宗门大业，所求不过是守着彼此，把这辈子过完。若宗门不信，刀山火海，诸般考验，我顾长渊一力承当。掌门，弟子还有一事恳求。弟子与顾长渊师兄的婚约本是长辈戏言，如今弟子看清，顾师兄眼里心里只有林师妹一人，那是跨越生死的羁绊，从此自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求掌门恩准。你简直胡闹！掌门，既然苏师侄心意已决，强扭的瓜不甜，不如成全了孩子们吧。好，既然你自愿作废，从今往后婚约作罢，都给我滚出去！谢掌门。林师妹，请留步。别谢我，我不仅是为了你，也是看不惯我爹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其实，你那天在阵法里推开我，拼命比划手语的样子，很像我娘。她临走前病得说不出话，就是那样比划着，想摸摸我的头。可惜，直到她死，我爹都在闭关。以后若你不嫌弃，我可以做你的亲姐姐。顾小安敢欺负你，我帮你揍他。好，一言为定。现在来弥补，太迟了。我以前写小说总让女主等男主道歉，现在我才懂，等来的道歉根本补不上当时的空洞。我得做点什么。小安，你以前最爱喝奶茶，娘用灵果和泉水调的，你尝尝。别装好心了。前世你们忙着工作，忙着考古，谁管过我？你们只知道逼我考第一，跳楼自杀都是你们逼的。他说的对，我们就是不配当父母。我写了那么多小说，写了那么多完美母亲，却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逼死了。青鸾，你看着我，那我们这一世重新考一次父母资格证，好不好？你从哪儿学来的？如果当父母也需要考资格证，他们一定都不及格。都是骗子，没人真的爱我，你们都在骗我。我们再也不逼你了，小安，你醒醒！青鸾，就算是死，爹给你编的，保小安一辈子平安。妈，对不起。小安，剑意乱了，先歇一歇。掌门，这是后山上古残阵的破解图片。有劳了。掌门，小安近日练剑时常心神不宁，且偶有心绞痛的症状。
常渊才疏学浅，不知这是否与他特殊的修仙体质有关？修仙之人乃是常事，让他静心修炼便是，切勿多生事端。是，弟子告退。这是什么？这是我在玄真子书房偶然瞥见的一张残方，似乎与小安的心脉有关。是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前世我带小安看病时老中医开的护心方子，那上面的每一道笔画我死都忘不掉。你的意思是，小安前世的病跟着他的灵魂一起穿越到这具身体里了？难怪他会失控，难怪他心口会疼。修仙者的心魔本就与身体隐疾相连，我们一直以为是前世的护士造成了他的创伤，却忘了他天生就带着要命的病痛啊！我们是他的父母。我那些疼得快要死掉的夜晚，都是因为修仙。妈，有心口疼，马上要期末考了，别找借口逃避复习。听到了吗？他们连你有病都忘了，他们根本不在乎你，你只是个累赘，前世是，今生也是。我只是很疼。小安！爸爸，别走！爸爸，我心口好闷。男孩子别娇气，自己玩去。我梦见了天台，梦见了我发的那条该死的短信。小安，对不起，妈妈从来没告诉你我拼命比你考第一是因为我怕你的心脏病，我怕你以后没人照顾会受欺负，我怕我没日没夜满字赚的钱不够给你做那场手术。对不起，妈妈用错了方式。你发烧那次，我转身走了，你喊我爸爸，我听见了，但我没回头。是爹混蛋！前世我总以为你们根本不在乎我，我恨过你们。可是那天在天台，我看见你们的眼神，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烈士预言已起，天生异象，本命者觉醒，3月之内，苍生涂炭。是他会带来灭世，留着这个怪物，我们所有人都得死，打死他！世上少不了我。小安，等了，别等了，你会死的。掌门，求您明察，小安本性纯善，从未有害人之心，他是被冤枉的。大胆！我修家属还敢在掌门面前咆哮！我顾长渊愿意项上人头担保，小安绝不是灭世之人，求掌门手下留情。这就是为了大爷的代价吗？是为齐天大阵，引本命之魂，炼天地为炉。这是有人借仙门的手，在布一个抽干整个世界的死局。20年前，我在凡间的一处秘境捡到这本奇书。起初，我只当它是凡人荒诞的消遣之作，一笑置之。直到我那刚出生的孩儿夭折在雷劫之下，我痛不欲生。我按照这书里的记载，
以我的本命精血，疯狂地炼制了一个替身容器。我以为只要容器在，终有一天能等到他那一缕残魂转世归来。我以为我在逆天改命，可后来我才发现，跟我亲手炼出的这具躯壳一模一样。顾小安现在的肉身，就是我那早夭的孩儿。我以为是我在救他，却不知道我早成了这书里被死死操控的棋子。这盒子里装着传说中的苍生剑铸造图，可我穷尽毕生修为，也无法撼动它分毫。上古禁制显示，他只认此书的作者，旁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开启。这本书的作者是青鸾居士，也就是林青鸾，对不对？他能打开这个盒子吗？我来试试。我也打不开。看来时机未到，连天道都不肯给我们一条活路。我都听到了，什么容器、灭世、生父、替身躯壳。小安，你听妈妈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小安，事到如今，我也不必再瞒你，我就是你这具身体的亲生父亲。师父，你这是……当年你的元神早夭，仙门高层用这道封印保住了你的躯壳，告诉我只要守护好你，就能等来残魂转世。我以为我在逆天改命，他们让我守着你，只是为了等一个外来的游魂觉醒，等一个用来灭世的工具。全都是骗我的，全都是假的！一个把我当死去的儿子来弥补良心，一个把我当复活的容器来欺骗自己。我到底是谁啊？谁问过我想不想要这该死的命运？顾小安，听到了吗？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容器。这烂透了的宿命，你逃不掉的。别追，让他走。他现在心魔入体，防备心到了极点。我们现在追上去，只会把他彻底逼进魔道。顾师兄，你醒了。为了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你到底想做什么？尊主说我是个失败的容器，生来就是被抛弃、被利用的下贱胚子。等我这副皮囊没用了，就只能被扔在烂泥里等死。你不一样，你是完美的，跟我一起修炼技术吧。只要你堕入魔道，你就能摆脱被他们榨干、用完即弃的命运。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你不配可怜我！原来被人这样死死放在心上，是这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好好睡一觉吧，这是你最后的梦。小安被阿雾抓走了，我们必须去救他。青鸾，看着我，就算我顾长瑶此刻修为尽废，粉身碎骨，我也一定会把我们的儿子带回来。我们一起去。带我一个。魔道巢穴外围的暗哨路线，我3年前随师尊侦查过，你们需要向导。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能精准感知魔气的强弱节点，关键时刻，这簪子里封存的剑意还能救命。暗闯死恶渊，拿命来填！你手在抖，你明明不想这么做。我不想，我像个垃圾一样被藏了20年，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一个再也不会被任何人扔掉的机会。尊主说了，只要我替他开启灭世之门，我就能成为新世界的主宰。到那时，就再也没有人敢抛弃我。但你比我幸运，顾小安，你明明也是个随时会碎的容器，却有2个蠢子愿意跨越轮回的死局来爱你。小安，找死！
既然你不肯乖乖做容器，那就把你这具躯壳的血放干，别怪我不客气的。这是神器共鸣，苍生剑的剑气。原来这该死的剑需要至亲之血和凡尘的羁绊才能凝聚。妈，这次我不来保护你们。不可能，你明明只是个容器，你怎么可能拔出？爸妈，对不起，我以前太混蛋太任性了，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们为我流一滴血。臭小子，终于长大了。原来被爱着是这种样子。这巢穴要塌了，魔气正在倒灌，我们得立刻走。清鸾居士，快，滴一滴血在这个盒子上，这根本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力量能打开的，唯有你，这灭世录的创始者，用创造者之血才能越过天道。苍生剑原本是一体，但在上古时期被忌惮其力量的天道守护者强行击碎，散落成了3块碎片。小安，你手里的只是剑气凝结的雏形，唯有集齐那3块真正的物理碎片，在祭坛重铸神器，才能彻底斩断那该死的灭世预言。那这3块碎片现在到底在哪里？怎么会这样？我们才离开半天时间，大阵怎么会破？小安，你师傅呢？玄真子去哪里了？这不是阿武的魔气，这股气息更加古老纯粹，而且这魔气游走的轨迹带着上古阵法的纹路，和我们之前在后山石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玄真子刚失踪，宗门就变成了炼狱，这绝不是巧合。先进去，找到师傅，一切就清楚了。小安，你终于回来了！快，整个宗门都要保不住了！你必须跟我走，用你的本命之魂去填补阵眼，开启灭世之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他不是玄真子，你根本不是我师父，你到底是谁？不愧是完美的容器，既然这副皮囊没用了，那就不装了。小安，攻他左肋3寸，那里阵法魔纹节点最脆弱，会产生迟滞。小安，他的力量核心来自灭世录的元宝残片，不要用灵力硬碰硬，小心他的魔法攻击。小安，放弃挣扎吧！你以为拿了把破剑就能当救世主？你从始至终不过是个用来盛放力量的器皿，这是你刻在骨子里的宿命，无人能改。你是杂役房角落里那个扫地的哑巴大爷？不对，这长相是我在灭世录大纲里设定的天道守护者。林居士，别来无恙，我本不该存在，是你当年在落笔写下这残忍命运时，内心那一抹极其强烈的想要保护他的意念凝聚成了我。如今这世间的剧情因你们的到来已偏离原著，天道失衡，我才得以化形入世。赤儿还不醒悟！兄长，他们想利用小安本命者的特殊体质作为钥匙，强行开启灭世之门，夺取被封印的上古神力，以此来掌控整个修仙界。把你的玉佩给我。光点所在，乃是世间至暗之地——万魔窟。苍生剑是唯一能斩断魔气、封死灭世之门的神器。这第一块物理碎片就在那里，你们必须赶在仙门高层之前拿到它。我们现在就去。万魔窟，魔气滔天，有去无回，切记守住本心。不管万魔窟是刀山还是火海，这一次我们一家3口死也要死在一起。
走！你们快走！我控制不住他了，小安，万魔窟，千万小心那个啊！一家人同生共死，真是好感人的戏码呀！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拿到碎片，我也绝对不要再做那个被人随手扔掉的烂容器。大家当心，小说里写过，黑森林是修仙界最危险的禁地之一，这里的魔气会异化所有的活物。尊主说容器会自己送上门，你看容器，这不就来了吗？原来容器不是山峰，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头猎物。大家背靠背，我主攻。青鸾，项圈上刻着你的笔名。怎么会知道我的笔名？他到底是谁？妈，别分心！左边，避开树根陷阱。攻击他们耳后的软甲，那是唯一的防御盲区。我来锁住他们。这些全都是以前来学神器的人，外围就已经有这么多死人，前路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险百倍。别动，这武器不对劲，不是自然的毒瘴，它在试探我的精神力。这是能勾出心底最痛记忆的心魔幻物，所有人不许散开。嘿嘿，姐姐，你心里藏着好多好多的遗憾呀。只要你睡着了，我就可以让你见到你最想见的人哦。娘，不要走，别丢下我一个人。爹，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好怕黑。小安，别冲动，这是心魔陷阱，物理攻击没用的。可恶，又是这种只能眼睁睁看着的无力感。我发过誓要保护他们的。睡吧，睡吧，在我的摇篮里睡着了，就永远不会娘要走了，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要坚强啊，不要哭。娘，我不要你走，我害怕。爹呢？爹为什么还不回来救你？父亲，求你回去陪陪娘吧，她快死了。宗门示众，为父不能久留，修仙者当断情绝念。你如此软弱，怎么配做我的女儿？娘，别这么吓我！苏清瑶，你给我醒醒！想想你娘临终前对你说的话，她让你坚强，她希望你好好活着，不是让你在这里等死的。青瑶啊，你是娘唯一放心不下的，一定要自己好好的活着。就是现在！你们这群该死的虫子，竟敢坏了我的游戏！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没事，没事，我们都在这儿。我刚才差点就……嘿嘿嘿嘿，就算你们赢了我又怎样？你们来的太晚了，你们全都要死在那里！这物不对，沼泽的瘴气散了，但这股从深处漫出来的雾气，里面藏着极其古老的阵法变动。青瑶，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还难受？没事，我已经好多了，让你们担心了。顾师兄，青鸾姐，我们快走吧。那个在暗中操纵一切的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必须追上去。我去前面探路，我殿后，走。
玉符又开始发烫了，它在发光，和那天在悬崖上阿武出现时一模一样。这是共鸣，他在认彼此。阿武就在我们身边。别亮，给我闭嘴！我是被抛弃的失败品，我跟你们从来就不是一路人。看来你们的玉佩比你们这些将死之人更懂得什么是认命。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顾小安，我想亲眼看着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完美容器，是怎么在毫无利用价值后被他们像扔垃圾一样一步步抛弃在烂泥里的。我是失败品，你是完美容器，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在那些高高在上的棋手眼里，不管你多完美，到最后我们这种人注定都会被抛弃的。我不会被抛弃的，因为即使那是死局，我的父母穿越轮回也要找到我。那个方向是祭坛的方位。那边魔气突然爆炸，一定有问题。你已经退无可退了。退？我从来就没有退路，也从来没有逃过。我停下来，只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我这副恶心的皮囊下到底装着什么烂东西。我爹也是个极其体面的修仙者，他把我扔在魔道那个烂泥坑里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那暗无天日的血池里等他来接我，我等了整整20年。尊主养我，只是因为我是个容器，还是个随时会被抛弃的失败品。他把我钉在这个烂泥坑里，只是为了给你这个完美容器铺路。凭什么我等来的只有抛弃，而你却有父母愿意跨越整个世界的死局来爱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不需要你们的可怜，既然我得不到，那你们也别想得到。你们今天全都给我死在这里，陪我一起烂掉！属下办事不力，参见尊主。他身上的气息和我书里的设定一模一样。顾小安，想保住你身后的这些蝼蚁，就乖乖跟我走，去打开灭世之门。我可以大发慈悲，饶他们3人不死。顾小安，就算是死，也绝不碰你那扇该死的门。冥顽不灵，那就先抹去这些多余的败笔。程月，你醒醒，你别吓我，程月！本命者，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你只是这书中的一粒尘埃，改变不了既定的宿命。青瑶，曹景催动机会迅速分裂的，你会生死道消的，什么？你的本命之力竟然越过了设定，觉醒到了这种程度！小安，你看看妈妈。这就是不自量力的下场。
你已经油尽灯枯，现在这本命之力是我的了。你强行拨弄命轨，篡改天道，屠戮生灵，还不住手！天道守护者，你这老不死的，竟敢屡次三番坏我的棋局！灭世之举，逆天而行。只要老朽还有一口气在，你这窃取天地造化的贼子，就休想得逞！天道拦不住我，你们统统都要死！青鸾，这枚金色的凝神丹能稳住你夫君崩碎的经脉。这枚白色的疗伤丹，给这小子服下，可化解他强行催动本命之力的反噬。青鸾、小安、景瑶，你们没事吧？爸妈，我没事，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能在此久留。黑影虽然退走，但他窃取的力量正在极其恐怖的暴涨，老朽也只能阻他一时。苍生剑的线索只解开了一半，完整的剑体就藏在黑森林最深处的万魔窟。挣扎吧，蝼蚁们！万魔窟就是你们的坟墓。苍生剑，还有那具完美的躯壳，最终都只会是我的。小安、青瑶，这是变种的八蛇后裔，表皮骨化，物理防御极高，不要白费力气砍身子。他的视觉神经连接着魔核，双眼是唯一的死穴，集中打眼睛。长渊，掩护我！这是醉梦草，专克魔化神经。好机会！他右后腿有旧伤，底盘不稳。有趣，真是有趣极了。能活着走到这里，你们4只虫子比我想象中要顽强一点。看到那些骨头了吗？全都是不自量力、妄图来跟尊主抢苍生剑的蠢货！你们的今天就是他们的下场！阿武，够了！你我都是被亲人抛弃、无人守护的孤女，你明明深知那种坠入深渊的苦楚，为什么还要沦为别人手里的刀来残害同类？你以为一味的顺从尊主就能换来家吗？醒醒吧！你永远只是他手里一颗随时可以丢进火炉的棋子，你什么都得不到！闭嘴！多说无益，给我杀！把他们全部剁成肉泥！小安，左边有敌，赶拖旗！你的对手是我。青瑶师姐！不准碰他！青瑶别怕，我在这儿。没气了。青瑶，他没气了。青瑶，我最后说一次，让开！再往前一步，我定要你神魂俱灭！不可能，
阿武，我曾同情你被当成棋子，同情你被抛弃的痛苦，我一再留守，不想把你赶尽杀绝，但你步步紧逼要杀我的家人。我最后说一次，让开！再往前一步，我会杀了你。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我像个垃圾一样在烂泥里烂掉？为什么我永远也得不到这些？顾小安，你有家人守护，有轮回奔赴，有牵挂，有归宿，可我什么都没有。我得不到救赎，得不到偏爱，那你也别想如愿。就算献祭一切，我也要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不！小安，别硬靠，金丹之力全靠他自身灵气作为引子强行催动，只要锁死他体内的灵气流转，金丹就会瞬间反噬，他必自食恶果。你多好啊，有人跨越整个世界来找你，有人连命都不要遥护着你。可我等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也从来没有人跟我说一句抱歉。我替所有把你当成棋子、所有亏欠过你的人，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阿武，你自由了，你不用再被宿命捆绑，也不用再做任何人的棋子了。小安，这块玉佩替我圆满了。以后就让我来做你的剑髓吧，护你一世。阿武，谢谢。他和你一样，等了一辈子，只是在等一个道歉，等一份偏爱。现在他选择放下仇恨，成为你的一部分。这是他自己选的最好的救赎，真是一场感人至深的救赎大戏呀！只可惜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苍生剑的最后一块碎片，现在是我的了。这就是密室录里记载的封印碎片的最后一道关卡。给我放！晚了一步，他连这里都算到了。长渊，书上写了什么？小安的身世不是魂传。玄真子当年隐瞒了后半段，你不是意外被塞进来的灵魂，你是那位大人主动献祭后的重启。原来我是为守护而归。听着，哪怕是重启，你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全家人陪。他没打算让我们带着真相出去。是上古凶阵，千面血绞阵，一旦被困，阵法会抽取我们的生机力来加固壁垒，强攻无效，必须找出阵眼。原著里根本没写过万魔窟里有这种阵法，黑影是故意在这里设下的绝杀。爸妈，你们快找，我还能顶一炷香的时间。找到了，这就是阵眼，毁了它。不对，真正的阵眼藏在假象背后。
精彩精彩，能看破我的千面血角阵，看来我们终于可以正式见一面了。顾小安能活着从我的千面血角阵里爬出来，作为我选中的容器，你倒没让我太失望。少废话，交出苍生剑碎片！你害死那么多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替天行道！哈哈哈哈！顾小安，你真是可怜又可笑。你以为你是救世主？你不过是一枚被蒙在鼓里的棋子，一个随时可以丢弃的笑话。他在激怒你。哼！既然你们这么渴望真相，那就先见见老朋友吧。玄真子，师傅，看看你的好父亲，我的魔气侵染了他的灵魂。你这个疯子，放开他，冲我们来！顾长渊，比起你们向他隐瞒的那些秘密，我这点手段算什么？好戏开场了，动手！小安，还击！他已经被魔物占据了，你再不还手，我们都会死！小安，爹，是我，你醒醒！怎么可能会是你？很意外吗？看来这出家人情深的戏码，你们演得太入戏。看多完美的容器，生而不养，养而不教，亏欠了儿子一辈子，到最后还是要沦为我的提线木偶，亲手把自己的儿子撕成碎片，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宿命。师傅，你醒醒，别被他操控！师傅，我知道你还在，别放弃。小安，别退了，用你的本命金光净化他，他体内还有理智，冲破魔气封锁就能唤醒他，别犹豫！长渊，他的左肩是魔气流转的死角，攻他左肩。去！小安，别管我，快杀了我！也不能再做别人手里伤害你们的刀！不，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父慈子孝的戏码，真让人恶心。师傅，小安。对不起，我是真的想当好你的师傅，也想当一个好父亲。在青云宗的密室里有第二块苍生剑碎片，一定要。师傅，爹！真是父子情深啊！不过，终于说出第二块碎片的下落了。青云宗好极了！别想走，把命留下！顾小安，下次再见，我一定会亲手抽干你的本命之力！爸妈，我们走，去青云宗，绝对不能让他拿到第二块碎片。走。密室在后山禁地，走！住手！
咽下去，这能护住心脉。没时间陪你玩了，给我滚！他是我的啦！站住！不看！玄虚长老，竟然是你！你这个青云宗的太上长老，就是幕后黑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林青鸾，或者我该叫你青鸾居士。我追更你的灭世路整整300年。你就是评论区那个给我打赏10万灵石，天天私信骂我、逼我改档的毒粉。没错，你居然敢把我最爱的灭世者写死！在第47章，我跪着求你改结局，你居然敢拉黑我！这页原稿随我穿越而来，我屠戮弟子、操控玄真子的力量，都是你那垃圾剧情赋予我的。就因为你那病态的执念，你搅动修仙界大乱，视苍生性命如草芥，你根本不配谈什么热爱，你只是个迷失在幻境里的可怜虫。所以，我们一家人这辈子在这个世界拼死拼活，九死一生，原来就是为了给我妈小说的极端黑粉擦屁股。闭嘴！为亲手写下完美的灭世结局。小安让开，他的力量源泉是元宝，我是作者，我的血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规则。你竟敢毁我的圣物！顾小安，别高兴得太早。看到了吗？最后一块碎片就藏在魔道巢穴的核心祭坛之下。等我重组苍生剑，开启灭世之门，你们这些原作者的提线木偶，一个也活不了。青鸾，疼吗？魔道巢穴必定是九死一生，我们需要休整。我不疼，长渊，这是我欠这个世界的。这一次，我们一家3口并肩把这个烂摊子彻底解决掉，绝不能让那个疯子毁了这里。那顾小安就是个丧门星，要不是他招惹了那些魔头，咱们青云宗能被毁成这样，连玄真子长老都打进去。可不是嘛？听说他爸妈为了他，连雷劫都挨了，早他妈抹脖子谢罪了，哪还有脸活着连累别人？还说他前世就自杀过，连累父母穿越过来还债，骨子里就是个废物。小安，对不起，爸妈累了，真的活不动了。为什么你总是个累赘？父，我不是累赘，我不想连累你们。要变强！我不是累赘，我能护住所有人。这把剑是用来守护的，与我破！长渊，他的本命之力彻底觉醒了。爸妈，我没事了。以前都是你们在前面拿命护着我，这一次去魔道巢穴，换我来守着你们。是上古魔纹，和玄虚那张残兽的气息完全同源。他在用这片地脉的负面能量给巢穴充能，千万别踩线，会触发连环杀阵。前面是玄虚设定的幻心阵，他会抽拉我们心底最深的恐惧。破阵的唯一方法是心无杂念，只要我们潜意识里有丝毫动摇，就会被幻象永远困住。我来开路，爸妈跟紧我，不管一会儿你们看到什么，记住那都是假的。这一次，就算天塌下来，我也护得住你们。妈，我太累了，我就是个累赘。假的，我的儿子早就从这深渊里爬出来了，给我碎！唐渊，2号坑出现坍塌，马上带队过来抢救文物。
去他妈的两难！我的家人就是我必须死守的苍生。小安，你终究是个怪物。不是我干的，我绝不会伤害你们。小安，醒醒！玄虚，用这种下三滥的幻觉来恶心我，你找错人了。我不是再来毁灭的魔，我是终结你的天命，给我破！精彩，真是精彩！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一份能够让你们彻底认清现实、陷入万劫不复的灭世厚礼。来吧，来签收你们的死期！玄虚，别玩这些虚无缥缈的把戏，交出最后一块碎片，我今天必让你这缕游魂彻底灰飞烟灭。虚无缥缈，顾小安，你太无知了。好好看看你的母亲，她是灭世录的创世神，拥有无上的叙事权，但这原稿残页吸饱了300年来的读者戾气。如今，我要用它反向夺测他的笔。程渊，小安被原稿压制了，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些毁灭的画面，我控制不住这只手。玄虚，你冲我来，放开他！蝼蚁。顾小安，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交出你手中的2块碎片，让我重组苍生剑，开启灭世之门，我可以饶你们一家3口不死；要么看着你母亲亲手写下你们一家人的惨死结局，看着顾长渊被魔气吞噬，看着你自己堕入魔道，永世不得超生。选吧，我给你10息时间考虑。绝不能失去他。小安，别听他的，别给碎片，我们能想办法。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先收点利息。给我写顾长渊玉符碎裂。住手！我全给你。玄虚，你先解除对我妈的控制。如果碎片离手时她还没恢复自由，我自报本命，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放心，只要碎片到手，这提线木偶我自然会放的。拖延时间，找机会破残烟。我知道了，作者的初心能压制残烟的负面魔气，而我的初心从来不是写灭世，而是写守护与团圆。小兔崽子，你敢耍我！玄虚，我的世界轮不到你这戾气来定结局。以我之笔，写守护之章；以我之血，挫残焰之魔。你这个贱人！既然你找死，我成全你。青鸾，我说过，我会守着你。玄虚，血债，血偿！不，那是我的。作者的本命血，上古玉符的残阵，还有那小子变异的本命之力，他们竟然完美融合了，完整的苍生剑。阿武，我听到了，我会让师父白白牺牲。好极了，只有完整的苍生剑才配开启灭世之门，拿来吧你！玄虚，结局来解。我追了300年的结局，不可能就这么结束！顾小安，你以为你赢了吗？灭世之门的遗址就在这下面，我得不到，那就大家一起死！哈哈哈哈！灭世之门一开，苍生涂炭，世间焦土，我才是改写所有结局的唯一主宰。长渊，接剑！爸！
顾师兄，以前都是你拿命护着我，这一次换我来护你，护着你想守护的一切。阿武，你这个低贱的残次品！我给你写的剧本是灭世，是做我的垫脚石，你竟敢违抗你的设定，背叛我！我不要再做谁的棋子，我也想凭自己的意志守护我爱你。顾师兄，活下去，带着你父母的那份，替我看看这世间的太阳。阿武，我答应你。碍事的死了，没人能阻止我。就算碎片归位又如何？这灭世的洪流，你这只蝼蚁挡得住吗？长渊、小安，我是原作者，这世界的局部规则我还能改。玄虚之末，与今即散。小安，左胸3寸，那是他的魔气核心，击碎他！杀！不能，你们休想！我就算魂飞魄散，也要拉你们垫背。灭世之门的开启条件，容器的本命黑化的神剑，我的魔气，一起死吧！快走！我控制不住了。小安，看着妈妈，别怕，我们一家3口永远在一起。儿子从来不是什么容器，更不是累赘。是。你写的结局比我的好。爸妈，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的小安长大了。我们一家3口做到了，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灭世危机了。爸妈，我们要回家了。功德圆满，结局已签。顾小安，你们用羁绊改写了灭世录，现在天道赐予你们奖赏，是回现代重启平凡人生，还是留在此界守护苍生？青鸾，你想回去吗？我去哪儿都好，只要有你们，哪里都是家。检测到羁绊之力超出边值，触发天道隐藏平衡规则，3人入2人留，必须有1人回归现代，否则3人魂飞魄散。我回去！又想丢下我？前世你们丢下我面对抑郁，你们又想用这种方式自我感动？听好了，我不选。这世上没有我顾小安救不下的结局，我们要么一起留，要么一起死。警告：规则冲突，逻辑错误，羁绊值溢出，无法计算。爱不是选择题，爱是让选择题消失的答案。我们这算不算卡了天道的 bug？ 不，是爱这种力量本身就是天道最大的后门，这一世是做你们的父母。就是前尘难清流。